中美贸易战这场全球瞩目的世纪大戏，最近又掀起了惊涛骇浪。就在2025年4月16日，中国人社部发布一纸任命书，宣布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王树文被免职，接替者是58岁的李成钢。这一人事变动如同一枚重磅炸弹，瞬间引爆舆论。外界不禁疑问，在中美关系跌至冰点、贸易战愈演愈烈的关键时刻，中国为何选择临阵换将？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王树文被外界形容为斗牛犬式的谈判代表，以强硬态度著称。然而，面对美国总统川普团队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他的强硬似乎未能扭转局势。相反，中国经济在高关税的挤压下，出现了外资加速撤离、产业链断裂的危机迹象。北京高层显然意识到，继续硬碰硬或许将中国推向更危险的境地。于是，李成钢这位拥有北大法学学士和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经济学硕士背景，曾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的洋务派官员被推上前台。这一换将动作被外界解读为中国试图调整谈判策略，从硬对抗转向软周旋。但问题是，面对川普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硬汉总统，仅仅更换一名谈判代表就能破局吗？更深层次的疑问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究竟谁会成为最后的输家？要理解这次换将的深意，首先需要看清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川普上台以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力度不断升级，从最初的125%到后来的245%，美国用关税大棒狠狠敲打中国的出口经济。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7.1%，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降幅。百事可乐、Visa 等跨国企业纷纷关闭在华业务，甚至连王树文亲自出面挽留也无济于事。更触目惊心的是中国经济的整体数据。2024年，中国 GDP 增速从2019年的6%跌至不足4%，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失业率持续攀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成为社会常态。与此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21年的3.2万亿美元下滑至2024年底的2.8万亿美元，国际收支压力日益加剧。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暴露了致命软肋。尽管官方宣称中国已是制造强国，但对美出口的商品中，62%是机电产品，35%是高新技术产品，其中大部分却是美国品牌中国制造的代工产品。换言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高级打工仔的角色，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依然掌握在美西方手中。一旦美国进一步收紧技术出口或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中国经济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高层选择用李成钢替换王树文，显然是希望通过更具法律背景和国际视野的谈判代表寻找一条突围之路。然而，仅仅换人就能扭转颓势吗？答案恐怕并不乐观。李成钢上任，软化姿态还是无奈之举。58岁的李成钢并非泛泛之辈，他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曾在德国汉堡大学攻读法律经济学硕士，长期从事贸易谈判和国际法律事务。2010年起担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2021年出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他的履历显示，他是一位深谙国际规则、擅长外交辞令的技术型官员。与王树文的强硬风格相比，李成钢更像是和事佬，擅长用法律和外交手段化解矛盾。中国此举的意图不难猜测。面对川普团队的极限施压，继续针锋相对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于是，
北京希望通过李成钢的柔性谈判，争取缓和局势，甚至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已在私下寻求与美国恢复谈判，但却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比如要求美国只派一名有总统授权的谈判代表，并避免对中国使用贬低性语言，以营造相互尊重的氛围。这些条件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北京的面子工程，明明已被逼到墙角，却仍试图维持大国姿态。然而，这种策略的效果令人怀疑。川普团队早已明确表态，中国必须先迈出一步。美国手握美元霸权、科技创新优势和全球盟友网络，而中国在国际结算中的人民币使用率仅略超 4%， 美元占比却高达 60% 以上。在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中，中国的筹码显然不足。换将虽能展现姿态，但难以改变实力对比的悬殊。这场贸易战持续升级，究竟会走向何方？不妨进行一番推演。情景一：中国继续硬扛。如果中国选择继续对抗，美国的高关税将推高商品价格，短期内可能影响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然而，美国凭借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稳定的制度体系，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和供应链重组迅速恢复。而中国则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产业链断裂、外资加速撤离、失业率攀升、物价飞涨。这些冲击最终将由14亿中国老百姓承担。更可怕的是，如果美国联合欧盟、日本等盟友推动与中国经济全面脱钩，中国将陷入系统性经济危机。毕竟，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依赖全球化红利和对外贸易。情景二：中国妥协让步。如果中国选择软化姿态，主动降低关税壁垒或开放市场，或许能换取美国暂缓加税。然而，这种妥协将付出巨大代价，不仅要面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还要接受美国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领域的苛刻条件。更重要的是，妥协可能被视为示弱，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无论哪种情景，中国都难以成为赢家。贸易战没有绝对的胜利者，但输家往往是实力较弱的一方。中国当局或许需要反思，为何当初未能珍惜全球化红利，而是通过不透明的贸易行为和投机手段谋取短期利益。如今被美国精准打击，被全球孤立，最终吃亏的还是普通民众。人事即政治，换将背后的深意。正如古人云，不换思路就换人。此次换将不仅是人事调整，更是中国贸易战略的转向。从王受文的强硬到李成钢的柔性，北京试图在绝境中寻找一线生机。然而，这种调整更像是求饶姿态的包装，明明已被逼到墙角，却仍要装出硬气的模样。值得注意的是，王受文被免职后并未明确另有任用，这在中国高层的任免惯例中颇为罕见。作为59岁的正部级官员，王受文远未到退休年龄，他的去向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李成钢的上任也伴随着诸多不确定性。他能否在川普的强硬攻势下守住中国的底线，亦或只是充当背锅侠，为高层决策失误买单？在这场大国博弈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无疑是中国人民。他们不仅要承受经济下行带来的失业、物价上涨等困境，还要面对官方宣传的国家崛起叙事。这种荒诞的反差，正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哀。当贸易战的尘埃落定，留下的恐怕只有一地鸡毛和满目疮痍。中国当局或许该扪心自问，为何一再错失改革良机？为何在全球化浪潮中未能打造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如今面对美国的精准打击，换将不过是一场虚张声势的表演。
无论谁站在谈判桌上，都难以改变中国实力不济、筹码不足的现实。中美贸易战是一场实力与意志的较量，也是一场规则与底线的博弈。中国的临阵换将或许能在短期内为谈判争取一些空间，但无法掩盖经济结构失衡、核心技术缺失的深层危机。在这场关税的战争中，中国若想避免成为最大输家，唯有正视自身短板，加快改革步伐。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妥协未必是投降，硬扛也未必是尊严。无论是李鸿章的裱糊匠智慧，还是唐太宗的白马之盟谋略，都提醒我们，真正的强者懂得在逆境中保存火种，为未来赢得生机。然而，当前的北京高层似乎仍在面子与里子之间徘徊，错失了化危为机的良机。这场贸易战的最终结局或许早已注定。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虚假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个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理性抉择。